该来的总会来。解放军在台湾东部开始反潜演习，破解美军核潜艇的严重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联合报报道，台军方声称一架中国大陆的卡28反潜直升机在台湾东部海域升空，这也意味着当地有中国大陆军舰在执行反潜演训活动。这是台军首次通报在东部海域上空发现大陆的舰载直升机的活动，显示解放军的反潜演习正在推向台湾东部。过去这类演习我们更多的集中在台湾西南空域，或者是在巴士海峡附近。而台军的通报还显示，除了卡28反潜直升机在台湾东部空域进行活动外，还有2架歼16战斗机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南侧边缘出没。在美国武力干涉台海的设想中，将其攻击型核潜艇部署到台湾东部，通过发射潜射巡航导弹来攻击解放军的2栖舰队，被认为是当前最有效的非对称打击手段之一。而要应对这种危险，解放军不但要加强对巡航导弹的防御能力，更关键的是要在台湾东部建立起战略防御纵深。这就需要发展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特别是要把反潜力量部署到位，以便对美军核潜艇的活动实施准确的搜索，给其定位，必要时当然就是反潜了。那么中国军队如何来破解美军核潜艇对解放军2栖攻击舰队所带来的危险呢？我们未来几年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话题。首先，发展远洋航母战斗群仍然是对付美军核潜艇的最有效手段，因为以航母编队随行的包括攻击型核潜艇、反潜直升机、反潜护卫舰，那么这些作战平台可以对敌方的核潜艇进行搜索和攻击。当然，未来还需要有舰载预警机做支撑，而舰载战斗机则可以对从海面上升空的巡航导弹实施拦截。攻击型核潜艇对解放军2栖舰队的威胁最大的就是潜射巡航导弹。只要美军的潜艇发射了导弹，那么也就等于暴露了他自己。只要我们对相关海域实施了严密的监控，就完全可以将其快速猎杀。其次，发展大型反潜巡逻机依然任重而道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防备核潜艇的威胁，中国需要装备更多数量的反潜巡逻机。因为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的飞行速度更快，留空时间更长，巡航距离更远，而且它们能够携带更多的收潜和反潜武器，是对付核潜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大型反潜无人机，它的活动半径更大，巡航时间更长，留空时间一般都能够达到40小时以上，而且他们还不存在着人员疲劳等一系列问题。在执行侦察和收潜反潜任务时，这些大型的反潜无人机可以携带收潜设备和反潜武器。可以这么讲，中国要对付核潜艇的威胁，那么大型的反潜无人机和无人预警机就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在台海东部建立起大的防御纵深，就有必要建立起一支能力超强的无人机机队。总体而言，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原本对中国拥有领先的优势，其攻击型核潜艇具有隐蔽性良好、发射的巡航导弹射程较远等优势，这对中国而言是极为严重的威胁。解放军在台湾东部地区开始反潜演习，这可能是第一次，未来将会变成常态。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军队将会在对岸海域，天上有侦察卫星，空中有反潜巡逻机、反潜无人机、反潜直升机，但是在水面上将拥有反潜的护卫舰、航空母舰，水下则有核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美国的核潜艇在台湾东部海域
将变得不再安全，或者说，只要他胆敢攻击中国的军舰，那必将有来无回。其结果就是导致美军将失去干涉台海事务的又一个重要的战法和选项，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